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不明无人机飞越华盛顿军事基地，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住所直面威胁。希腊空军基地紧急降落神秘飞行器。俄罗斯高调宣布武装影子舰队。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就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多架不明无人机飞越华盛顿，直逼莱斯蒂麦克奈尔堡军事基地。该基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设有国防大学，更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住所。消息人士称，这一情况促使白宫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官员们甚至一度考虑是否需要将两人转移至更安全的地点。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对此拒绝置评，仅表示出于安全考量，不能对高层官员的行踪发表评论。不过，据一位高级官员透露，两人目前仍留在原驻地。这些无人机的来源和目的尚未查明。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人机事件的发生正值美国向全球外交使团发布安全警报。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在美伊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全美正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美军多个军事基地先后被封锁，其中麦克迪尔空军基地近期也因为安全威胁2次关闭，部队防护级别已提升至第2高的查理级。驻扎于此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正全面负责对伊军事行动，这意味着美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即将遇袭的情报，尤其是为了防范来自伊朗的报复。与此同时，在东地中海方向，一架神秘飞机的现身引发了高度关注。据国防快报报道，该飞行器外形独特，被拍到在希腊拉里萨空军基地间隙降落。最初被当地媒体误认为是 B2 轰炸机，但该机的尺寸、形状和配置与已知的 B2 或 B21均不匹配，反而与高度机密的 RQ-180无人机一致。这款无人机由诺格开发，非正式绰号白蝙蝠，专门负责在争议空域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通常在低能见度条件下开展任务。它在白天被公开拍到，说明其极有可能遭遇了技术故障，不得不进行计划外迫降。飞行追踪数据显示，在事件前后，有2架417运输机从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飞抵拉里萨，疑似运送维修人员或物资。而爱德华兹正是 RQ-180的测试基地。目前该机出现在东地中海，极有可能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关。而在欧洲的另一端，俄罗斯因为制裁加剧，被迫加强了对影子舰队的保护。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宣布，莫斯科正计划为影子舰队的船只配备武器，并可能派遣海军军舰护航。这一军事化呼声的直接导火索是3月3日俄液化天然气油轮北极美塔加斯号在地中海遇袭，莫斯科将其归咎于乌克兰的海上无人机。法国当局已确认，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关联的莫兰安全集团武装人员曾出现在被扣油轮长滩号上，这表明这种军事化可能已经在进行中。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局势如何演变，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